在窗前的孤寂，玻璃画不出你名字。对爱，我需要一份说明书，解读你身上的温度。我还来不及 say hi， 走到了地平线终点 ，I'm looking for you。我还来不及 say hi， 穿越过海平线原点，再转身后发现在身边。再转身后发现在身边。赵老师，最近怎么都没听你提心理咨询师联盟的案子了？估计那事儿啊，成不了，可能是时机还未到吧。我听说你们联系的投资方是张老板，你怎么知道？我上次在你的企划案里看见他的名片了，我跟他见过一次，他做煤矿起家，所以应该有点资本。是有点实力，不过这个人呢，没读过什么书，对我这个超前理念的项目呢，也不太能够理解。嗨，估计没那么快会下手吧。像他这样的生意人，往往只看眼前的回报率，最好是今天投钱，明天就可以收钱。如今这个时代啊，是快餐时代，人人都看眼前的利益。就连我那个革命了一辈子的老岳父啊，现在也学着做股票，这不牵来了一大家子的人。那怎么办？这事儿恐怕很难善后的。没办法了，我们现在全家呀，集中精力解决这个财务危机啊。反正我这个项目也缺钱，暂时搁浅吧。哟，时间不早了，我还得去见老婆呢。再见啊！再见。喂，是张老板吗？我是圆圆啊。老婆，老公，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啊？跟你说点事儿，坐。什么事情啊？神神秘秘的。把这拿着。什么啊？哎呦，老公，哪里来那么多钱啊？这个钱啊是这样的，家里面现在不是等着急用吗？一部分呢是我爸妈他们拿出来给你爸妈的，另外一部分呢是我那创业基金。老公，你不是都已经开始找办公室了吗？这随时随地要用钱的时候啊！再说我们家怎么可能有你们家的钱呢？老公，你平时脑子挺清楚的，怎么了这会儿糊涂了啊？还是要打退堂鼓？还是我爸爸的事情影响你了？老婆，我不糊涂，也不会打退堂鼓，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创业。我们都是自家人，没有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但是这个创业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我总觉得现在的时机啊还不够成熟，先拿出来救急嘛。我爸那边呢是这样的，我妈说他们拿出来这笔钱呢，是我们以前贴补给他们的，他们没有用，都存着呢。现在家里面要急用，拿出来用，都是一家人。哪有说哦，我们把钱给你妈妈，然后再要回来？老婆啊，当时妈走的时候，你跟她说，就把她那儿当银行了，把钱存着，有什么急事儿再问她要。她记在心里边。她说你那么信任她，现在家里面着急要用钱，她得拿出来钱，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你妈妈真那么说的？我妈真这么说的，你还有阴影啊？
我没有什么阴影，她是我婆婆嘛。好了，那就别多说了，把这钱收下来，一会儿给爸那儿拿去啊。老公，哎呦，好大一口啊！黄英跟何欢说了，说我这辈子就是好福气嘛，能够嫁到那么好的老公。我这辈子呀也是好福气呀，娶了你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啊。哦，对了，我想问你啊，小云呢？我好几天没见着她了，上哪儿去了呢？怪我，我本来不是答应给她交表演学校的学费吗？可你也知道投资的事情，钱给吞了，这学费也没有付，肯定是我们的气，这2天故意逼着我们的。不是，她要上表演，这个为什么不找我呢？他说你不让他当艺人啊，所以也不可能让他去上什么表演学校，所以就先瞒着你，等自己有了起色之后再说吧。这都玩的什么呀？先斩后奏，啊，什么事情都瞒着我，出了事怎么办？找我，把我这当消防当队了。哎呀，我看他呀，如果真的在城市里边找不着合适的工作，还是让他回渔村吧。看来这城里的生活和城里的环境，真的不合适他。老公，现在不着急这事儿。其实小云吧，就是浮躁没定性，挺好的，其实挺聪明的，别担心她啊，没事的。没事儿，人各有命吧，他终归有自己的一条路能走。周爸爸，你加油！今天你有口福了。周爸爸，事情呢，它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啊。我现在有一个机会，如果一旦这个机会成功了，将来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我一一替你摆平。又梦到什么号码了？别做梦了啊！我说呀，你应该稳稳当当的去找个工作干。你别小看我啊！我承认，之前吧是有点不太顺利，但是我相信人定胜天的。再说了，我也是有实力的。有实力，有实力。哎，我说小云啊，外边现在很乱啊，很多公司呢都是很不靠谱的，知道吗？你出去应聘的时候留个心眼儿啊，女孩子家的注意点安全，知道吗？周爸爸，你就别再为我担心了啊！是好人是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要真是坏人，能让你一眼就看出来啊？来啦！等等啊！老花，你小姐怎么样？有没有好点？啊，我的脚。阿姨呢？是啊，我们还带东西来给她呢。哎呀，何必那么客气？我妈出去买东西了。哎，拖姐你们自己拿拖鞋啊。哎，我没办法照顾你们了。我们自己来，小心点啊！欢迎，欢迎两位美女，你们自己倒水喝啊。你老现在身心受到创伤，我们都忍心的使唤你。我说了，你不急着我，你会死。哎，我真的会死啊，何欢，怎么办？不止妹妹这么想，连我都看出来啊，你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在咱们面前啊，你就别挺着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东升搬走了之后，我就觉得整个家怎么样都不对劲了，我心里面也空空的。何欢，你脑子现在要清楚，你现在是跟李耀斌在谈恋爱。我要是李耀斌，我听到刚才你那些话，我立马把你甩了。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甩了就甩了呗。哼，你说的轻巧，你别忘记你跟李耀斌交往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把自己嫁出去。哎呀，你别逼着何欢结婚嘛。我现在发现呢，其实没有婚姻的牵绊也挺好的。或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婚姻生活的。
你看，你看，你看，还是黄姨理解我。我应该理解你啊。那我请问你们俩那么长时间在干什么？互相逗着玩吗？如果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我当然不排斥啊。但我不喜欢被强迫的感觉，你知道吗？李耀斌啊，这次偷偷把我妈接来，他是故意瞒着我的，我不喜欢这样。他安排的。哎呀，你说这个男人多好啊，多细心，多有爱心啊！哎呀，每一个人对于爱情的需求跟感受都不一样的。比方说吧，同样的一件事情呢，合欢会不开心，可是你啊就觉得很满意。所以说啊，两个人在一起啊是需要磨合的。黄姨，你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是努力在适应李耀斌的脾气和个性。我当然也希望他可以多多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我。经过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啊，我深刻的体悟到，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跟另外一个人说你应该做什么或者你不应该做什么。如果只是一昧的要求对方来满足自己的期待，却不懂得尊重对方，那这样的人呢，还是暂时不要走入婚姻的好。你呀，你已经无药可救了，你。哎呦，你怎么说到我头上了？喂，副导，哎，我赵小云，我已经到了酒店楼下了，你现在接我吧。哎，好。哎呀，真气派！哎，你说公司能在这儿有个摄影棚，那实力得多雄厚啊！不错，看样子是找对经纪公司了。哎，是赵小云吗？哎，是。哎，快点跟我走吧，监制都快走了。好。照片带了吗？没有。带他去拍照。哎，等，我是来面试的，为什么要拍照？我没心理准备。没照片，我怎么帮你递资料给电视电影公司啊？赵小云，我告诉你，我们监制同意你拍照，表示你面试过关了，想签你当艺人。这别人早赶走了，知道吗？走。来，快！对，就站在这个位置啊！好的。哎呀，你把这个肩往下拉一点，好不好？对，多露一点，好，不错，来，好，来，准备。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是越想越觉得不妥呀！啊，这个时候拿人亲家钱，哎，我是觉得，你说将来他把这事儿当把柄说事儿，那我可受不了。什么把柄啊？人家大海说的很明确，这钱是人家妈给的，不是大海要的。你别把人人都想成那样。乡下人说到底还是挺朴实的。哎呀，老头子，其实啊，拿这个钱我也不是不安心。这钱本来就是大海和梅梅补贴他家用的钱。你这话说的又不对了啊！给了别人的钱那就是人家的，关键的时候人家能拿出来，这是情分，你知道吗？是，你说的对。其实我平时觉得大海他妈特抠，特小气。哎，没想到他这次这么大方，这么善解人意，这么解囊相助。哎，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情，咱一定要还。都怪我连累了你，让你欠别人这么大的情。连亲家都能这么做，你跟你老婆你还这么客气干什么？我跟你说，这是个教训，记住就行了。啊，不管怎么说，总之通过这件事儿啊，让我体会到什么是一家人啊！哎呀，真累，辛苦，来坐一下，坐一会儿，你先等我一下啊，给你倒杯水。来，先喝点水。我不喝。哎，我什么时候能拍戏啊？小云呐，
刚才每个角度都拍得非常的漂亮。那当然，我跟你说，别小看我啊。自信就是美嘛。赵小云，你太适合干这行了。那个，不过呢，要先交一下刚才的报名费，还有拍照的费用，我也给你打了个折，挺吉利，8800。8800，我没钱，我哪有那么多钱？你之前又没跟我说。废话少说，没钱去银行取了。你们都骗我！白纸黑字，这都是你签的。你们都骗我，我不干了。想走没那么容易，给我过来。喂，你好，请问是赵大海先生吗？是哪位啊？我们是公安局的。哦，您的妹妹赵小云被经纪公司诈骗，我们追踪这个案子很久了。她运气好，我们收线的时候正好把她救出来，否则难免被骗财骗色。请你马上到公安局把她领回家好吗？行，我马上就过来。小云，谁呀？我。哥，他们知道。幸亏警察跟踪他们很久了，这才及时的把你救出来。要不然的话，真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怎么样的。赵小云，人可以犯错，但有些错误真的犯不得。我知道我错了。那个广告把那家经纪公司说的跟什么似，我就信以为真了。哥，我现在想想都好害怕。妹妹，听哥一句劝啊，别再做白日梦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你把自己的心静下来，踏踏实实的，给自己一点耐心，好好的学习，比什么都强。哥，你平时那么忙，我都不敢打扰你。可是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我比别人差了一大截儿，智商也差，情商也不高，正事干不好不说，还老想着走捷径。我都后悔死了。哥，你说我是不是该回到学校好好念书，重新开始啊？
小云，你这么想就对了，但是你得坚持啊！你是我妹妹，我是你哥，无论怎么样我都得管你。只要你想好了，就这么去做，哥一定支持你。哥，从今天起，我赵小云重新开始。傻呀！把姜奶喝了，早点睡觉吧。踮起脚尖，生怕吵醒了你。我的甜蜜紧躺在你怀里，还在上演新的一句。柔情似水，思念清澈见底，温馨的无语不必太华丽，而我在梦里也能聆听幸福在耳边的呼吸。我看见爱情的星空，万里无云，有你的温柔为我指引。也许你永远不会注意我，可是我会一直看着你。在我的眼中，你的一举一动永远都牵动着我的心。看见你这样的笑容，我也会很开心的。我就感觉我的心就好像永远跟你在一起。踮起脚尖，生怕吵醒了你。我的甜蜜紧躺在你怀里，还在上演新的一句。柔情似水，思念清澈见底。对不起，温馨的无语不必太华丽，而我在梦里也能聆听幸福在耳边的刀上，不换。我明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服装秀。我是专业模特，所以我特紧张。那个，明天你能到场帮我打气吗？我现在虽然都在家，但是公司呢，他每天都会发 email 给我，要我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我也实在有点忙。我不晓得时间忙不忙得过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就过去看你好吗？好，我等你。你自己也要忙，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啊。晚安。拜拜。师傅啊，确定5分钟之后车就会到了是吧？啊，那麻烦你了，谢谢啊。啊，拜拜。穿这样去看东盛的服装秀，应该不失礼吧？你要上哪儿去啊？报社有点事儿，我担心小曼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我打算过去看一下。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到处乱跑，等你成了瘸子，谁还敢娶你啊？你要出去啊？我说你们干嘛呀？我不过就是想要出去透透气嘛。
一定要这样紧迫盯人吗？啊！我不去了，我不去总行了吧？哎，何焕，师傅，我车子不要了，谢谢。我知道你是闷坏了，我今天就是特地请了半天假陪你的。这样吧，我们先喝咖啡，然后你要看电影还是做什么，我都陪你，好不好？不去。这孩子，要不你出去散散心，去吧啊！妈，你刚刚不是说怕我出去瘸了腿，没有人要吗？我就是怕没人要你。他好不容易请了半天假，别让他白跑一趟啊！是吧？妈，那我也放你半天假，你跟耀斌出去吧。这孩子就说疯话。好了，别闹了，出去走走。快去快去！快去吧，带他走，不然你闷坏了。我们出去了。啊！哎呀，让我在家也清闲清闲。东升啊，你今天的表现真的太好了，很多厂商还有广告商啊，都在跟我预约你后面的档期呢。谢谢。怎么了？我刚才没看见何欢。总有机会见到的。好啦，去换衣服吧，一会儿厂商还请吃饭呢。王一姐，我有点累了，能不能不去了？好吧，你要是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啊。谢谢黄一姐。像不像？太好喝了，好喝多喝点啊。花花，哎，这两天你跟耀斌谈过结婚的事儿没有？哎呦，你这干嘛呢啊？哎呀，趁着这两天妈妈在这儿，把你们的事情能不能定下来？妈，我又不是疯了，我们两个才认识多长时间？你就不怕你女儿被人家给骗了？说这孩子跟你说正经事了，别给我打岔啊！你是我的女儿，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你的心里藏着别的事儿呢，是吧？你看看，被我说中了吧？好欢，这两天啊，我问过耀斌，人家倒是有结婚的想法，就看你的了。拜托，他说结就结呀。哎呦，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千万不敢错过好的，你得抓紧时间。你看你妹妹都要当妈妈了。妈，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有分寸，就别瞎操心了，不要再碎碎念了。看这孩子，我一说你就给我急。行了行了，不说你了。哎，小乌龟真的长绿毛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告诉东上。喂，何欢，是我。多少？你知不知道小乌龟它已经长？你今天为什么没来啊？我对你说过的话从来没有失约过，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的答应我，却让我空欢喜一场？我有说我一定会去吗？有，你说你会来的。不是，我是说如果我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去。可我以为你会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所以这是我的错吗？对，这确实不是你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打扰了。
张总那儿别费心思了，我最近也忙着职称评定的事儿，真没工夫陪他吃饭。这事儿就算了啊！你给我站住！你说话小声点。有事你赶紧说啊，我正忙着呢。昨天晚上，张总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圆圆呀要请人家吃饭，而且还专门提了这个心理咨询师联盟的事情。他说了，他很有兴趣。圆圆请他吃饭啊？没听错吧？我谢谢你啊，这么大的事我能听错吗？说了，觉得这个圆圆说的特别在理。哎，就是因为圆圆，他们让我们有一个再一次的沟通呢。不是，圆圆，她为什么没告诉我呢？人家这个圆圆吧，她一直想做你的干妹妹，那你说你这个干哥哥，你怎么着也得表示一下，不是？那不管怎么说，这次这么大的事情，这圆圆是出了力的，要不然的话，咱们这计划就流产了。所以说，你说你怎么感谢人家？当然了，钱的事情我来负责，可是这玩意儿这个东西，精神层面就得靠你自己了。不是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起来奇奇怪怪的呢？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得好好谢谢你这干妹妹，咱们以后还得指着人家这点情面呢。行了，我先撤了，我那车还堵着人道呢啊。圆圆，这次真的要感谢你啊！我真是没想到，原来你在背后做了那么大的工作。今天上午那个张总啊，打电话给我的合伙人。其实张总是个生意人，他想看的并非是联盟的远景，而是眼前可以得到哪些利益。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建议他，联盟的对象除了一些社会人士之外，还可以跟一些企业合作，对企业员工进行心理辅导。这是个好想法啊。对啊，听我这么一说啊，张老板也有兴趣了，因为和企业合作是一个可以短期见效的方法，有利可图啊。真是没想到你用这种方法说服他，我还一直以为我只会说2句好听的，哄骗人家。哦，不是，哎呀，我是觉得我知道，不管我怎么样，赵老师都会觉得我是花瓶。其实没有关系啦，很多人都这么看，当然你也不例外。圆圆，我从来没这样看你。你看这次，你用你的聪明智慧，说服了张总，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谢什么？我是把你当老师，当哥哥，为你做点事情是应该的。我还希望以后可以在赵老师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听说这次会议是宣布组长人选哦，是吗？对啊，上回你让圆圆给我们做那活动，不是挺成功的吗？所以你的夺标希望很大哦。哎，上次开会的时候，老周不是表扬我了吗？你去，我也感动。组长，以后要多照顾小东。要乖呀。大家都到齐了，好。今天呢，宣布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大家都很紧张嘛。小心别让我坐上组长的位置。谁小心谁还不一定。好，下面宣布任命。上面已经决定，新任组长是小周。谢谢组长的信任与支持，希望大家以后呢能够跟我一起共同努力啊，在工作上面继续的打拼，为公司创造更好的成绩。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联盟啊，又得重新启动了。老公，你不要再说了，你没看见你老婆今天心情不好？我们公司今天发布了接替老罗位置的人事命令。老婆，无论你是不是升官了，你都是我最爱的人。
是我的好老婆。篡改别人辛苦的作品，踩着别人肩往上爬呀！这种卑鄙无耻的人呐，他现在是我的上司。我知道，老婆，工作上一时的成就啊，那都是一时。你还拥有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家庭，这个远远比工作上的成就来得更重要。老公，你不要再说了。他当时就用这个话来恶心我。他说你老婆呀，是一个只顾家庭不顾工作的家庭妇女。你说这话恶不恶心？他自己吧，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刚离婚，他把气都撒在我身上。好了，不说了啊。我知道你生气，但是你现在说这个话已经扯远了。可是我真的很气啊！知道你生气，可是生气有什么用呢？生气不解决问题。我倒是觉得这段时间啊，你不如养精蓄锐，并且呢培养自己的第二专业。咱们呀，等待时机成熟了，我们再一举歼灭敌人，多好啊！培养第二专业就算了，反正你老婆现在有的是时间照顾你，照顾我们家小公主。哼，我呢要打造一个完美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很滋润。我气死他，对不对？对，咱们气死他。来。小周呢故意放空我，让我在公司没有机会表现。那就这样，我交给我们家呵呵，我把我们家呵呵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是吗？那就对了。哎，可怜的呵呵呀，为了转移你妈妈的注意力，你得辛苦了。还没睡着呢，我在等你呢。说好的啊，不许搞专制，不能管我的啊。洗澡去了。你给我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就想跑？你说。你干什么去了？这几天你天天这么晚回来啊？老张不是刚出院吗？几个老同事怕他又出事儿，所以呢就去过去陪陪他。怎么陪啊？是打麻将啊，还是斗地主啊？打什么麻将，斗什么地主啊？就是叙叙旧，聊聊天儿。跟他叙什么旧啊？赶快把钱给我要回来是真的。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啊！咱和老张毕竟是一辈子的同事了，你不能把他逼到这种程度的嘛，对不对？快了啊！我洗澡去了。哎，干嘛闻什么呢？什么味儿啊？消毒水味儿。你又去医院了吧？啊，是啊，我去医院了。老张不是出院了吗？你怎么还去医院？我又不是去看老张，我不是有一个朋友还在医院住着呢吗？我今天从老张那出来之后呢，就顺便去了趟医院看看他。啊，这什么病啊？都半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出院呀？哎呀，要不我跟你去？不用，我今天也是顺便去看看。医生说快好了，就这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是吧？到底什么病啊？嗨，复杂着呢，医生都说不清楚。啊，我洗澡去了。花花，哎，你妹妹快生孩子了，我得回去伺候她月子，恐怕不能在这儿照顾你了。妈，我真的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真的不用担心我。小妹她现在要坐月子，你赶快回去照顾她吧啊！我看你啊是嫌我烦，催着我快走呢。哪有啊！你别冤枉我，是小妹催着你回去的。伯母，你放心回去好了，我会照顾她的。有你照顾，我放心。姚斌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两个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呢？啊，妈，说实话，我就等他点个头。你这么问，要人家怎么回答？这不是在逼婚吗？哎呦，你这傻孩子，都30好几的人了，你不急，妈都替你着急呢。姚斌，你要真有结婚的打算，那能不能年底之前就把它办了？什么？年底之前啊？伯母啊，我家里没什么长辈的，
按您的意思就好。那我就做主了。没想到我的婚事，居然被妈跟李耀斌两个人3两下就给说定了，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哎，那我明天开始可以叫你妈了。哎，灯光好了吗？啊，好了，这边没问题。化妆没问题啊。好了啊，准备开始了。哎，新娘再笑开一点儿，对，很好。再近一点儿。对，来，哎，新娘再靠近一些新郎。新娘下巴可以收一收，对。新郎可以再靠近新娘一点儿。对，笑一笑。别叫了！都是你干嘛呀？对不起。啊，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啊，大家要不先休息一下。灯光收一下。董事长，我们这可是在给婚纱公司拍摄宣传海报，你该不会是触景伤情，想到什么不该想的人吧？我没有。你放心，如果何欢真的要找我来拍婚纱的话，为了你，我是绝对不会答应他的，啊。喂，何欢。啊？